跟了我5年的徒弟，出事后第1单就抢我生意。师傅别怪我，市场就这样。您教过我，生意场上无父子。我看着那条消息笑了。5年前，小陈揣着500块钱来找我，说想学装修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我管他吃，管他住，手把手教他水电木瓦油，连我压箱底的验收技巧都传给他了。工友们都说我傻，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我不信。王师傅啊，不是我不讲情义，人家比你便宜整整120万，这也是小本生意，实在耗不起啊。我没回答，也没去争那个客户。老师傅，你不能就这么算了，那单子要是成了，你今年都不用愁了。我说没事，让他做。他们不知道，那个楼盘的物业经理是我小老弟。小陈报价180万，听起来很香，可他不知道，那栋楼的水电管漏全是老化的，必须全屋重做，光这一项成本就80万。他更不知道，甲方真正在意的是工期，不是价格。老王，你说这次稳吗？咱们的包书是从每个钉子、每块板桥扣出来的，300万保证顶级环保标准，还能给工人留出合理工钱。咱们靠手艺吃饭，不搞虚的。哟，师傅，您老也亲自来了，我还以为您老这身骨头只适合在工地搬砖，不适合这种高端商务场合呢。现在讲效率、讲资本、讲思维，您那套老掉牙的工作进程，除了感动你自己，还能感动谁？安静，竞标开始，请各位依次提交标书和报价。不可能，标书一直是我保管的，只有上次你让我给陈飞送他母亲要钱时，标书在办公室放了半小时。你确定报价是180万，并且能完全达到我们的顶级环保标准和工艺要求？确定，不仅能达到标准，还能提前1个月工期。我的公司采用最新数字化管理模式，极大压缩中间环节，成本比某些传统工作室好得多。飞跃装饰的方案和报价非常具有吸引力，我们会优先考虑。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！师傅，您老有自己的习惯，这种您未必喜欢。师傅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时代变了，这叫生意，讲究的是互利共赢，谈不上师徒情面。今天我陈飞就在这里说一句，这个单子我不仅能干得漂亮，还……陈飞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当年小陈啊，我教过你榫卯结构，严丝合缝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教你，这世上有些机会，外表越优人，越要守住底线。这个低价的后果，既然是你自己选的，那你就好好承担。老家伙，你已经过时了，你就等着看我飞黄腾达吧！来，为飞跃装饰第1大单干杯，为咱们的发展干杯！祝贺陈总威武！做事就得有魄力，老一套早就不吃香了，他太固执了，不懂变通。报价就是抓住了甲方的需求，市场不会同情守旧的人，他以为靠手艺就能吃一辈子，就是现在讲的是效率和成本。等着看吧，这个项目做下来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陈总，这个价格确实压得低，咱们真能保证利润？少说1半的利润。高，陈总这真是高啊！打烊了，明儿赶早。进去吧。王哥，今天御景天成2期的竞标，你徒弟陈飞用低价结了你的单子。王哥，你这步棋，御景天成2期那几栋主楼，你还记得它的前身是什么吗？20年前是市一工厂的职工宿舍楼，烂尾了，5年前才被接手改建成豪宅盘。老板为了省钱，整栋楼的隐蔽暗排污管道、主供水管全用的翻新内置生皮管，这种管料耐用性差，带上专业的检测设备和质检团队，严格盯着他的工地，材料不合格、施工不规范、违规操作，只要发现问题，就按规矩下整改通知，该停工就停工，按合同规定追究责任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行业规矩不能随意践踏。王哥，放心，我一定严格按规矩来，绝不放过违规操作。兄弟们，今天是咱们飞跃装饰大展身手的日子，抓紧时间施工，按计划推进管路铺设，干得好，我给大家发奖金。王建国，我会用结果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陈总，这是承重墙旁的核心管力井，真要全砸开重新铺管吗？当然，表面用甲方指定的材料，内部管选性价比高的，抓紧时间按要求完成铺设，然后封墙贴砖。都听见没？加把劲儿，按计划推进，肯定能过。通了，管路井砸开了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大呼小叫，什么没见过？管子！啊，这不可能！图纸上明明是5年前新铺的防腐钢管，漏水了！主管道漏水了！陈飞，陈总，这楼里的主管道全是20年前被禁的淘汰生体管，早就修透了，你咳嗽一声，它都能震碎。老李，全部换掉要多少钱？多久？把整栋楼墙里埋了20年的旧管全挖出，光砸墙就是天文数字，起码300万，工期至少延误2个月。王建国竟然算计我！陈总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跟甲方解约吧？解约？合同上写的清楚，
我们签了免责声明，解约要赔5倍违约金，不能退，退了我就破产了。老李，把总阀关了，先关掉，别再漏了，先把漏水的地方堵上。可是陈总，这管子……闭嘴！谁说要全换了？不换，那一开水就爆啊！只换表面，把露在墙外能被检查到的管子头全换成新的 PP2 新管接上，墙里的旧铁管全部保留，不要碰，这叫阴阳管，这要吃官司的。以后业主一洗澡水压上来，墙里的管子绝对爆裂。交房，我的任务是应付甲方中期验收，拿第2笔工程款，拿到钱我注销公司跑路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油盐不进，那是钱没给到位。老李，没有用钱砸不开的门，不就砸更多的钱？老王，你还有心思做榫卯？陈飞今早带人进场了，鞭炮放得震天响，那180万单子真让他吃下去了。老刘，你看这榫卯，一阴一阳，互为支撑，严丝合缝，不用一根钉子就能承受1000斤重压，这叫规矩，也叫底气。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还跟我说规矩？那白眼狼把你底裤都快骗光了。老刘，算算时间，他现在应该已经砸开壁洞了。砸开墙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会发现，他不仅没吃到肉，反而一口咬在了一块埋了20年、藏着剧毒的烂铁板上。老王，你是说那楼里有隐情？你早就知道了。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他现在正疯狂掩盖漏洞，等他拿假东西去闯物业那道关，那就是他被老天爷收走的时候。哟，陈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工程刚开工，过来拜访一下领导。赵总监在吗2楼尽头办公室。谢了，美女。1个月几千块死工资，6万块，砸不晕你？进。赵总，久仰大名，我是飞跃装饰陈飞。初次见面。小意思，工期紧，隐蔽工程验收还得您多多通铺。我懂规矩，有我的好处，少不了您的。陈飞，这里是物业总监办公室，不是夜总会包厢。你说的通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走个流程，为业主服务，不是？走流程？拿表面 PPR 管掩盖墙里烂透的20年老生铁管？赵总，您真会开玩笑，我们怎么可能用生铁管？我不是开玩笑。从你的人今早砸下第1锤，我的人就在楼下承重助理给你做全面透视了，这就是你的良心工程，用假管子糊弄表面，把安全隐患埋墙里，你这是在谋财害命。工地全面停工，所有管线必须重新检测评估，拿出完整更换方案，通过审核才能复工。按合同规定，停工期间因施工方违规导致工期延误，将按约定扣除相应费用。这个低价的后果既然是你自己选的，那你就好好承担。兄弟们都等着开工，工钱也该结了。陈总，实在不行，咱们还是止损吧。不行，管线检测只能看出材质类别，看不出具体标准。咱们用便宜点的普通塑料管，只要外观达标，说不定能蒙混过关。陈总，这不行啊！走，去买一批外观符合要求的塑料管，连夜施工。有没有外观和拜达管差不多，价格便宜点的塑料管？有一批普通塑料管，外观相似，价格实惠，但环保和耐用性差点，就要这个，多拿点，今晚就要送货。陈总，这真的不行，不合项目要求。别废话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快，再快点！天亮前必须把管子铺好，封墙。陈总，这管子质量太差，热熔后接口不牢固。是啊，陈总，这管子一加热就变形，根本达不到施工标准。别废话，温度调低，赶紧拼接，外面涂一层密封胶，再用水泥封死。陈总，这管道没固定好，以后容易松动漏水。先封墙再说，只要验收过了，后续谁还会拆开检查？赶紧干活，谁要是敢耽误进度，1分钱工钱都没有。老王，陈飞真的买了一批不合格的塑料管，现在正逼着工人连夜施工呢。不合格的管料，他为了省钱，连基本的质量底线都不顾了。咱们现在就举报，让他抓现行。现在举报最多只是施工违规，他还有机会整改。等他把不合格管料全封进墙里，你就用匿名号码给甲方总部打电话，就说有人举报2期项目使用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建材，请总部派专业检测团队过来。这是要让他彻底暴露。他以为应付了物业检测就没事，却不知道环保检测是绕不过去的坎儿。唉，终于完成了，只要验收通过，咱们就渡过难关了。陈总，这管子的异味还没散，万一检测出来……工地有异味很正常，就说是新水泥的味道，通风几天就好了。这次一定能过关。陈总，他们带了这么多设备，是要仔细检测啊。
慌什么？按原计划来，跟我下去迎接。赵总，您亲自带队过来了。陈飞，你的停工整改通知书还没撤销，谁让你私自返工的？赵总，我们已经把管线全部更换了，特意请您过来验收。赵哥，一点心意。之前是我不懂规矩，这次请您高抬贵手，只要验收通过，后续一定好好感谢您。收起你的东西，我们是按规矩来验收，不需要这些。陈飞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玉景天成的质检有严格规矩，谁都不能例外。张铁若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已经按要求更换了管路，你有本事就检测，要是没问题，我要投诉你故意刁难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，上17楼，按标准全面检测。没错，全套新管线，完全符合要求。陈飞，这就是你连夜赶工的成果？仪器检测只是一部分，还要现场抽检。陈飞，工程质量不是靠仪器就能蒙混过关的，是要经得起实际检验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准备现场破拆抽检。退，全都退后，捂住口鼻。毒管子是被销黑市的剧毒回收管，赵总，他这是要害死整栋楼。陈飞，这就是你说的全新管路，为了省180万成本，你买黑市最毒最恶的工业废料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错了，我拆了自己换罪的管子，求求你别上报。第一，整个工地无限期死封，所有人员设备立刻清场，不得带走一颗螺丝钉。第二，根据合同违约条款，因施工方重大过错导致停工，每天扣除工程款2%作为违约金。第三，我已经报警并通知了行业质监局，你的行为准备去向警察解释吧。王建国，是王建国，那个老狗教你这么整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串通好的。我是玉景城集团总部副总裁，负责工程质检。总部接到举报，说你们使用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建材，看来情况属实。陈飞，你不仅违规复工，还使用不合格建材，严重违反合同约定。从现在起，立刻终止合作，追究你的责任。陈总，别乱动。工地怎么样？副总裁报警没？没报警，但比报警还狠。所以什么？快说！所有毒管烂管换上全套拜耳牌进口防腐管线，通过欧洲专家复破，通不过呢。甲方起诉索赔1000万，以危害公共安全罪送你进去，10年起步。钱，老李，办出院，马上去哪儿？筹钱吧。筹个屁！200万我去哪儿抢？去找最便宜的，外观跟拜达管一样的国产白管，凑齐数量，装满卡车。陈总，你疯了！欧洲专家组亲自检查管子，一测就漏水。专家也是人，只要质检报告、海关单、环保证全套文件都是真的，条码扫描也是真的，他们就得认。我需要一套建材的合格手续，包括报关单、检测报告，多少钱都可以。陈总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伪造手续是违法的。我给你高额报酬，帮我想想办法。不是钱的问题，现在管控很严，所有正规建材的手续都接入了官方系统，根本没机会。听说半个月前有人举报了建材造假产业链，现在查得特别严，没人敢冒这个险，都是实名举报，上面盯得紧。又是王建国！陈总，我劝你尽快处理，别再走歪路，把所有资产都抵押出去，凑钱买正品管料。我就不信连一批正品管料都买不到。陈总，抵押资产风险太大了，要是还不上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能买到正品管料，完成整改，就能挽回局面。张老板，救命的买卖！外头那批拜特管我全要了，今天必须拉走，现款现结。老板，这要货要的可真急啊！10万火急，价格好商量，我可以在市场价上再加3个点。只是这批管子我卖不了。张哥，你这是我给你加5个点，现款马上刷卡。陈飞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就是给我加50个点，这管子我也一根都不能卖给你。你自己看吧，这是半个月前品牌大中华区总部下发的最新授权书，以及一份行业封杀令。什么意思？谁？建国环保建材？你再看看第2页。这不可能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不可能！老板，有拜德的管子吗？没有。老板，有拜德的管子吗？没有。老板，有拜德的管子吗？有是有。你是哪家公司的？飞跃装饰。滚滚滚，没货。李老板，我是陈飞啊，把你的库存匀我点。哎呦，陈总，真对不住，建国总代理那边派了专人每天查账，少一根我都得交10万罚款。陈总，没路了，咱们彻底没戏了。还有最后一条路，去总代公司，去求他。来了，小陈啊，昨天在病床上睡得可好？我看你急急忙忙的到处跑，是想要买管子吗？小陈啊，我听说你满世界在找拜利牌的环保管，怎么，玉景天成的单子遇到麻烦了？师傅，我错了，
我真知道错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您就当我是个屁，把我放了吧。不把管子换上，就要告我索赔1000万违约金，我还要坐牢的。师傅，看在您教了我5年的情分上，情分，小陈，你记性不太好啊。半个月前的竞标会上，你可是当着全城同行的面亲口教导过我。你说时代变了，这叫生意，生意场上无父子。师傅，我这人老派，脑子笨，咱们之间只谈买卖，不论交情。好，买卖，咱们谈买卖。王总，我要货，御景天成3栋主的全部用量，我这卡里有200万现金，现款现接，您说多少钱1米，我都买。老刘，那你作为财务总监，就按规矩跟陈总好好算算账。我累了，去后堂喝茶，你们慢慢谈。陈总，咱们开始吧。陈总，御景天成3栋楼的主管道用量加上损耗，一共是25000米。德国拜大环保管，目前市场零售110米。什么？100块？普通管才20，之前的批发价也才80，你卖我100，你这是？您通融一下，先给我哥，我卡里只有我发货，剩下50万等项目交工拿到中期款，我立刻还你。我给你写条。陈飞，你少跟我套近乎。当年你母亲做手术，王总不仅借了你钱，连我的私房钱都借给你了，你还过1分吗？你这种人的欠条，连擦屁股我都嫌硬。建国建材的规矩，概不车账，款到发货，少1分钱，你连一根管子都别想拉出这个大门。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再宽容一点。真的没有再便宜一点吗？我不买就滚！肯定还有办法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最后一个。老王，250万他肯定拿不出来，他现在穷途末路，下一步肯定得去借，那个可是吃人不吐骨头，咱们这么逼他，如果他不交工，这出戏最后一场高潮谁来演呢？真正的地狱才刚刚为他敞开大门。开车去找八哥。好，八哥，求您借我50万，就用半个月。半个月后，御景天成的中期款一到，我连本带利还您80万。哼，飞跃装饰的陈飞是吧？你的底细我早查清楚去了，车子、房子、公司全大笔违约金。你现在这情况，你拿什么保证能按时还钱？八哥，只要铺好，通过专家验收，违约金立马撤销，中期款很快就到账。这是御景天成的大项目，绝对靠谱，肯定能还钱。50万可以借，但规矩得改改。第一，日期按规矩来，半个月后连本带利一共还我100万。第二，签个人无限连载人保证书，把你乡下老家房内的房产证做抵押，话放这儿，半个月后见不到钱，抵押的房子按合同走流程处置。我签。快卸货，老李，让兄弟们连夜干，不睡觉了，就算拼了老命，也得在天亮前把这些针管子全段式全部想给我接好，封墙。啊，终于活下来了。既然隐蔽工程全部达标，按照合议，1000万违约金起诉我们撤销。明天开始允许你全面分工，进入表面瓷砖和涂料的硬装阶段。谢谢总裁，谢谢总裁。虽然花了250万买管子，但只要硬装阶段加快进度，拿到180万工程款，就能先还一部分利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可是千万级豪宅的精装，只要主体过了验收，后面还有大把软装家电进场的名额可以操作。你费尽心机联合物业和甲方给我材料，逼我破产，但你千算万算没算到，老子敢拿命跟你赌，我赌赢了。你看到了吗，老东西？你的死局被我砸碎了，我陈飞才是最后的赢家。陈总，甲方的人到了。老王，副总裁签了字，违约金也撤销了。我实在想不通，咱们费了这么大劲把他逼到借买咱们的真材料，现在他全用真材实料做好了隐蔽工程，还顺利过了关，放虎归山啊！老刘啊，你见过一只吞了毒药的耗子还能活着跑出米粮仓的吗？啊！但他忘了，砸墙时连承重辅助墙的梯子都震出了裂痕。他为了赶工期应付验收，只匆匆补了一层速干水泥，根本没做钢筋加固。那墙基内里早就跟豆腐渣一样中空了。你是说真管子配空心墙基？下周通水测试，高压一开，管子膨胀会把墙体撑裂，造成漏水和结构安全隐患。到时候贷款到期，甲方追责他插翅难飞。吴总，您来了。御景天成是全省重点标杆项目，前几天的材料风波已经过去了，今天的通水测试全程录像，媒体见证，也算给你们的施工质量做背书。陈总有顾虑吗？全省唯一正版拜大管线，工艺严格达标，总裁您随便测，媒体朋友尽管拍。可以开始高压通水测试了，按照豪宅标准，主管道水压需承受 1.5 兆帕压力，持续30分钟，无渗漏无异常才算合格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开阀，大家看，压力已达标准值，墙壁无任何渗水，这就是正版拜耳管线的品质，也是我们严格施工的成果。所有人注意，立刻后退，远离那面修补过的墙。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测试一切正常，你别捣乱。怎么会塌？这不可能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墙面为什么会坍塌？意外，我看是你违规施工，为了赶工期，墙体砸开后不做钢筋加固，建筑安全当儿戏。现在媒体朋友都在现场，你让我们怎么向未来的业主交代？立刻启动追责程序，
飞跃装饰违规施工，造成工程质量隐患。按照合同约定，工程尾款全部冻结，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墙体坍塌损失，依法索赔，将事件情况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备，追究其违规施工责任。明白？我立刻安排。请问飞跃装饰公司对此有何回应？陈飞，根据甲方指引，飞跃装饰被禁止进入工地，现场设备材料暂时封存，用于抵扣部分损失。赔偿？我该怎么办？陈飞，八哥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全城都快知道了。我来是跟你说贷款的事儿，你借的50万，连本带利该还了。八哥，再宽限我几天，等我处理完这事儿，我一定还钱。你老家祖宅价值不够，也不符合抵押规定，给你3天时间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出合法还款方案，否则我们就起诉你。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小子欠你的钱一共多少？连本带利一共100万。老刘，把钱给他们。王总，您这是？这钱我替他还了，后续你们之间的债务关系就此厘清。行，既然王总出面，这事就这么了了。师傅，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我。当年我妈做手术是您借钱救的她，我结婚你也尽心力帮衬我，您就像我亲爹一样。师傅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忘恩负义抢您的单子，不但甲方要赔，债主也逼上门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够了。你觉得我今天来是为了救你吗？我替你还着原谅你，是不想让你逃避该承担的责任。这栋楼的隐患我早知道，外来代理是我拿下的，你补强不加固的问题我也预判到了。你为了利益丢了底线，今天的后果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该承担的责任躲不掉。法院和仲裁那边的材料，法务已经全部提交了，后续会有专人联系你处理赔偿和责任问题。我知道了。王老先生，这次多亏了您，提前提醒我们楼盘的管线隐患，还帮我们甄别出施工问题。现在这烂摊子也只有您能接手修复了。恳请您出山，既然关乎业主安全，我责无旁贷。放心，我会按规范施工，还大家一个安全的家园。老刘，通知咱们库房里的老师傅们，带上咱们自己的建材，带上最规矩的工具，全部进场，让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装。